这是火箭被运气追着跑的一次。东边不亮西边亮，还没结束。这么害羞的奥沙利文见过吗？对手真的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。这是2016年英锦赛抢6的比赛，克拉克连输5局，最后一局火箭更是直接进入练球模式。裁判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杨，一般只要是火箭的比赛，大会还是会安排老杨上场。不过因为年纪的关系，老杨已经转战幕后，作为主裁判一直在培养新人。好球，低杆一顾叫到红球手摆位，真细腻。再顶一下红球。看火箭打球如此丝滑的原因，都是因为这些细节的把握。母球每一次厘米级的精准，才能让斯诺克看起来非常简单。克拉克现场上课也非常认真。基本上每一杆都是空心，火箭这一点很值得学习。平常练球的时候，一定要尽可能的追求空心入袋，这样遇到需要吃带脚的时候，成功率才会高。如果平常就习惯了偷带脚，那关键时候基本就要掉链子。Surprise. So percentage of success is only 92. Only, I say. 92 is very good, but hasn't missed many today. 说话间，红球堆已经全部拆解完毕。火箭的小半台围球又快又稳，真的是无人能比。现在台面上方的3颗红球略有难度，看看火箭如何化腐朽为神奇。6局比赛总耗时71分钟。这速度真的太惊人了！平均下来每一局12分钟结束战斗，火箭带给全场的体验感都非常好，唯独只有作为他的对手，会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噩梦。Very commanding start. Trusted TV lights. Ronnie O'Sullivan's bid for a record equally 6th UK title. 3分钟不到的时间，已经来到了超分的红球。这样的天赋，让其他球员只有羡慕。要拼速度，真的连车尾灯都看不到。He's going to be Ronnie's next opponent. Clark certainly hasn't enjoyed it, but it's all part of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him. 低杆直接上来，先处理难度球，这个角度一定会碰到另一颗红球，看看什么效果。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，这是嫌难度太小，没难度故意创造点难度。3颗红球现在都属于库边球，火箭会如何处理？红球带的有点薄，留下了一个大角度的反底，这种球型是小白的噩梦，打10杆能偏11次。好准度，丝毫感觉不出任何难度，这就是火箭的神奇。Ruthlessly efficient. Quick switch to left-handed. Stunning round the 2 cushions. Look at this for a shot. Stunning round the 2 cushions. 很可惜，没有 K 到红球。Absolutely right. 翻带没有打进，但是被运气追着跑。精彩！老天爷追着赏饭吃，究竟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克拉克都已经起身准备握手，硬生生的又被按了回去。大范围绕台配球，太硬了！这么听话的母球多少钱？小白也想试试这是什么滋味。Crowd want the century, and they're going to get it now. There'll be a big roar for this blue. 打进篮球破百，这一局实力与运气的完美结合，如果不清台，就真的说不过去。For a capacity Barbican crowd. O'Sullivan on fire. Rocket boosters.
Well, you won't have to play Ronnie in every tournament. 秀了一个发力的登杆，我相信登杆很多朋友都能打出来，但是大力击球后对落点的控制，只有火箭实现的最完美。本球晃带而出，但又是一次声东击西，实在是太尴尬，火箭害羞起来真像个孩子。本来实力上就天差地别，再加上有运气帮忙，赶紧上去安抚一下小朋友，别给人家打出心理阴影。 火箭一副要吃人的表情，因为这个残局已经成功勾起了他的征服欲。真霸气，硬邦邦的准度，强行将已经起身的卡特按回座位。但是难题这才刚刚开始，右侧3颗半贴库的红球要怎么盘活，让一向云淡风轻的火箭此刻也是眉头紧锁。打硬一点，直接就留红球的角度去 K 球。你只要说留出一个向上的角度，这打红球的时候，这2个球都可以 K， 没有问题。 红球流出的角度非常舒服，就在全世界都认为火箭要选择 K 2颗红球时，火箭如此凶狠的眼神，根本不打算给卡特一丁点机会。毕竟这里是2颗嘛 ，K 2颗肯定比 K 1颗要好。哇，还是火老师厉害 ，K 3颗这个更狠。可怜的卡特，自从那年分走了火箭一半的奖金，每次遇上都要被按在地上狠狠摩擦。本来这次3比1取得一个梦幻开局。 又要被火箭反打一个5比0，但是这个现场解说更狠，他居然对这杆还有质疑。我感觉我 K 2颗都有点贪心了，这火老师直接3颗都给你 K， 这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那就真的太强了。不知道火老师是不是听到了他的疑问？薄进大角度中带以后，立马留出了继续 K 球的角度。敢质疑火箭 K 球能力的，您也算历史第一人了。这个角度，低杆能 K 到吗？太硬了。 中低杆的左塞不偏不倚的带活了库边红球，2分钟前还让人无从下手的乱局，仅仅只用了2杆 K 球就全面盘活。座位上的卡特还要强装镇定，作为火箭5大背景地之首，交手20几次只赢过可怜的2次，他就是火箭枪下最惨的战士，绝对没有之一。刚才还真的是有观众朋友说，这种局面火老师上手真的一杆制胜。我当时还说呢，这个局面那3颗死球。 肯定是不好打，噩梦啊！到目前为止，我看到对阵火老师啊，数据上最惨的一位选手了。发力的中低杆斯登，母球弹一库后，最后一颗库边球也轻松到位。幸亏卡特意志有够强大，虽然这么多年屡战屡败，但是面对火箭仍然斗志高昂。只能说活在753节时代，没有被打抑郁就已经是一个奇迹。 这杆咖啡球出现了意外，母球贴库，而且角度向上。对于火老师变态的中带准度而言，打进肯定没有问题，但是无法叫到篮球中带。难道这一局还会有变数吗？好准度，火箭的中带从来不会让人失望。母球轻推一杆，直接要了篮球中长台。火老师准备用最男人的方式，亲手送卡特回家。没有问题，长台丝毫没有压力。 而且粉球也是一个手摆位，卡特已经彻底断了起身的念想。这一盘这个轻台逆转真的是打得太夸张了，每一步啊都没有浪费。这就是火箭，局面越难他就越兴奋，一个不知极限为何物的存在。那么我们也是恭喜火老师连续3年打进这个北爱尔兰公开赛的决赛。 火箭这次真的彻底服了，观众席的大爷直呼太辣眼睛，能够创造如此奇观的球员，除了梁文博，还真想不到第2个。他越是一本正经，结果越是出奇的搞笑。这架势，这差不多。就你说他不是诚心，但是他身上有这种幽默的天赋啊！你看他，你就是觉得有意思，绝了，实在太彪了！这一招蝎子摆尾。 就算放在整个武术界，那也是相当炸裂。这是2022欧洲大师赛半决赛，梁文博在关键红球出现失误，但是黄绿黑3颗彩球全都贴库。手握赛点的火箭并不着急进攻，加上红球落点实在太好，
这要不做一杆斯诺克实在说不过去。漂亮，出手就是王炸！这一杆母球藏得非常瓷实，看看梁文博会怎么接招。送上6分大礼，火箭也觉得没有强拼的必要。好球！职业选手对于线路的敏感，真的让业余爱好者望尘莫及。这是火箭和梁文博第12次交手，梁文博1胜10负，那唯一的一次胜利还要追溯到遥远的2013年。漏半颗。梁文博这杆想要如法炮制，但是谁能想到，明明已经藏好了母球，红球却3库归中翻进了中袋。这叫什么运气啊！我天！梁文博顺势做上了一杆，但这种程度的斯诺克对火箭完全形成不了威胁。因为绿球还是贴库，其实黄球并不是关键之战，但是两人却出奇的认真，丝毫不肯退让一步。幸福来得如此突然，梁文博连忙摆手示意。这是运气球。火箭就是如此自信，这一杆无论角度和力度有点偏差，大概率就要漏球，但是火老师就能做到滴水不漏。不过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一杆防守会让梁文博彻底释放天性。嚯，这架势！这大补，就你说他不是诚心，但是他身上有这种幽默的天赋啊！你看他，你就是觉得有意思。火箭愣在原地回味了很久，这打个比赛怎么还能免费看个表演呢？有朋友问我，这双脚离地不是应该犯规了吗？梁文博确实没有犯规，只要击球前有一只脚不离地就行，击球后你要飞起来也没人管你。太彪了！要跟火箭拼防守，真的比跟他拼进攻还难。我们跳过中间无聊的安全球，直接来看高潮部分。这个梁文博可以试着去进攻一下。单个球杀伤力还是在，但是自己吊自己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小子又犯病了。现在看斯诺克要求这么高吗？不懂手语的我，急需一个手语翻译。现在关键的时候来了，关键绿球梁文博多了一个小先生。最关键的绿球，梁文博也异常小心。现在罚分问题不大，一旦漏球，那比赛就彻底结束。这球干梁文博继续，这确实差了非常非常多。哇，这差了1颗球的复位啊！这干嘛呢？这现在梁文博是尝试从粉球下边来解啊，这个复位差的非常多。因为如果再往左边放1颗球，这球能不能从粉球过来，就是而且是现在这种效果还不见得。这里需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其实裁判的复位原则上不一定要摆回原处，规则上只要2位球员都认可，裁判可以将球复位在任何位置。沙利文有一个进攻的机会啊！火箭今天耐心真是出奇的好，放弃了进攻，继续选择防守。虽然没有做到斯诺克，但也够梁文博喝一壶了。梁文博选择去碰薄边，目的就是不想漏球，但是眼看火箭即将超分，这种情况想要逆转，那真的是希望渺茫。梁文博明明啥也没做，
但是喜剧效果又是直接拉满。现在绿球直接送到了袋口，火箭只要打进咖啡球就能超分，唯一的难点就是母球不好跑回上半区。这球要不要先上库，刮一个克拉克，再从底库刮出来往上抬？直接低杆，太凶了啊！这个低杆好球，这咖啡球高低往里干了啊！这稍微现在就是篮球右边这个中带有没有？顺利完成超分，梁文博这个眼神有点东西，兄弟们帮我翻译一下他是什么意思。火箭可能还想看看梁文博的表演，不然这杆篮球打丢确实没有更好的解释。被超7分的梁文博大梦初醒，还是准备再抢救一下，但是奇迹并没有发生，没能坐上斯诺克的他，最后用自杀的方式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长台能力。啊，这就直接不打了。觉得没什么奋斗的空间了啊！恭喜罗尼奥·沙利文在这场比赛中是2杆破百，4杆50加6比2，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见证了击败了梁文博，进入决赛，对阵中国选手范正一。